母爱究竟有多伟大？为了使困在坑内的孩子能活下来，母象义无反顾地跪在深坑里，不惜舍弃生命来为小象哺乳。而这一跪便是3天2夜，眼前的场景让人震惊不已，在场的救援人员也都为之感动流泪。深沉的母爱将他牢牢锁在了这个深坑里。当工作人员想让他离开时，却发现母象的身体已经无法动弹。原来为了守护他的孩子，象妈妈耗尽了所有的力气，她的生命危在旦夕。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，大家找来大型吊机，将母象从坑内小心翼翼地拉上来。然而被救上来的母象却没有了呼吸，任凭工作人员如何呼唤，她始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当看见倒在地上的妈妈时，小象拼命地朝着母亲的方向爬去，它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吼叫，仿佛在说：“妈妈，不要丢下我。”可即便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它始终无法爬出这个困住自己的深坑。最终，小象因体力不支摔了下去，一声声痛苦的哀嚎响遍四周。它不断地呼唤着妈妈，每一声的吼叫都代表着对母亲无尽的牵挂。另一边，救援人员正全力地抢救象妈妈，此时母象的心跳已经停止。大家立刻对大象进行心肺复苏，人们爬到象背上，用手反复按压。尽管救援人员竭尽全力的抢救，可始终没有看见母象任何的生命迹象。即便如此，每个人都不想放弃这位伟大的母亲。此时天空细雨蒙蒙，让本就悲惨的一幕显得更加凄凉。几分钟后，小象在人们的帮助下终于爬出了深坑，它缓缓朝着母亲走去，试图唤醒自己唯一的亲人。与此同时，一位工作人员继续为母象进行心肺复苏。然而悲伤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，大家不愿看到小象失去妈妈，更不想放弃一位伟大的母亲。也许是大家的祈祷感动了上天，下一秒象妈妈竟站了起来，奇迹般的故事再一次上演。看到这一幕的救援人员喜极而泣，大家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。远处的小象紧紧依偎在妈妈身旁，再次感受着那份久违的幸福和依赖。不久后，象妈妈带着小象朝着森林走去，她突然停下，望向人群，似乎在向人们表达由衷的感谢。有人说，世上的所有爱都是为了相聚，唯有母爱是为了分别，这大概就是母爱无私和伟大之处。最后，祝愿天下所有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我是小奶狗 ，respect。这只温柔的小猴子用手指轻轻碰了下狗狗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它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。第一次交朋友的它显得有些羞涩，因为老实，它曾被其他同类欺凌和排挤，导致身体和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。瘫痪的下半身让它只能依靠双手行走，因为无法摆脱那些伤害造成的心理阴影。胆小又自卑的它蜷缩在角落里，样子如同一个可怜兮兮的宝宝。每条生命都向往着自由，而它对外面的世界却有着深深的恐惧。救助人员想带它出去放风，可它却拼命的想要钻回铁笼内。或许他认为那里面才是安全的避风港。为了让小猴子适应外面的世界，救援人员还是强行将它带到了外面。广阔的空间并未让它感觉到自由，相反却是安全感的缺失。它不断搜寻着可以躲避的角落，或许只有这样的角落才能使它安静下来。没办法，工作人员只好让它回到了笼内。由于之前受到同类虐待，小猴子连吃饭都要小心翼翼，它习惯性躲在角落里狼吞虎咽，生怕下一秒食物就被抢走。长时间的抑郁导致他的情绪变得异常焦虑和暴躁，性格更是反复不定，难以琢磨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小猴子会安静地待在角落里，他无法走出内心的阴影和悲伤。就这样一整夜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工作人员听说国外有一只相同遭遇的大猩猩，靠着一只猫治愈了他内心的伤疤。于是工作人员找来一条性格温顺的拉布拉多，希望能够帮助小猴子打开心门。初次见面的他们显得有些羞涩，小猴子轻轻伸出了友谊之手，然而阿布却丝毫没有察觉到。腼腆的小猴子有些莫名的失落，心想着是不是对方不想和自己做朋友。但不久后，他鼓起勇气再次尝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慢慢从陌生到熟悉，友谊的种子也开始在彼此的心里发芽成长。他会在无聊时主动来找阿布倾诉，偶尔也会顽皮地追着阿布陪自己玩耍。贴心的小猴子每天都会帮阿布抓虱子，这一刻他的心扉彻底向阿布敞开。友谊之光不仅治愈了小猴子内心的伤疤，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全感。伴随着友情的深入，他们越来越熟悉，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但对于外面的世界，他还是有些恐惧。在阿布的鼓励下，小猴子颤颤巍巍地爬了出来，但没走几步又害怕地趴在地面上。通过阿布的不断安抚，他重新站了起来。友谊的力量最终让他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和不安。转眼到了午饭时间，见到美味的阿布疯狂炫着狗粮，小猴子见到阿布吃得这么香，也忍不住想要尝尝狗粮的味道。结果一吃就上了头，果然狗粮吃起来更香。跨越种族的友谊让他们学会了彼此分享，痛苦的经历和遭遇让我们更加坚强。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愿每个人都能遇见治愈你内心的另一半灵魂。我是小奶狗 ，respect。妈妈别丢下我。
一只双腿瘫痪的小猫，因为害怕正拼命地呼唤着妈妈。为了追上妈妈，它用尽全身的力气艰难向上攀爬，好不容易跨过了一个台阶，却又被另一个台阶挡住了去路。因为无法正常行走，它只能无助地望着远去的妈妈。突然有人开门，惊恐的它用尽全身力量躲回了角落，因为只有在这里它才认为比较安全。夜晚时，母猫再次出现，仔细观察后，它缓缓走向了角落。不久后，猫妈妈转身离开了，小菊连忙追了出来，它四处张望着，不停地呼唤着妈妈，可找了许久也不见妈妈的身影。然而母猫并没有离开，只是默默在远处守护着小菊，眼里满是心疼和无奈。由于得不到妈妈的回应，小菊眼含泪水，竟然哭了起来。她只能无助地舔着自己受伤的腿。此刻她多想妈妈能陪陪自己啊！第二天，猫妈妈一大早就赶来探望小菊，每走一步她都非常警惕，生怕暴露孩子的藏身之所。而此时小菊已经在等待妈妈的到来。就这样，猫妈妈日复一日地照顾着小菊。小哥说大家都很想救助小猫，可它的警惕性太高，很难捕捉。附近一位好心的小姐姐经常会为小菊送来食物，但只有等没人时她才敢出来。小菊还是很害怕，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吃，而是不断地呼唤着妈妈。只有在妈妈的陪伴下，她才能放心地吃东西。为了救助可怜的小菊，第二天小姐姐请来了专业的救援队帮忙。此时猫妈妈出现在围墙上，她远远地注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。救援队搬开沉重的柜子，蜷缩在角落的小菊看着眼前的陌生人，流露出害怕的神情。救援人员将她抱起后，小菊显得非常抗拒。进到笼内的小菊无助地望向妈妈，她不知道自己会被怎样。在目睹整个救援过程后，猫妈妈跳下围墙，随后消失在了大街上。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小菊的椎骨多处断裂，后半个身体已经失去了知觉。经过判断是人为导致的损伤，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。原来小猫出生不久便被坏人进行殴打，猫妈妈别无选择，只能等坏人离开后才敢上前叼回遍体鳞伤的宝宝。为了防止小菊再次受到伤害，猫妈妈将小菊带到了这个隐蔽的角落。她知道人少的地方才会安全一些，因为担心小菊被坏人发现，猫妈妈选择与孩子分开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过喂养小菊，并且经常在远处守护着自己的孩子。或许这对于彼此都是一种痛苦，但为了生存下去，猫妈妈做出了抉择。几天后，医生开始为小菊进行手术，但却发现小猫身体里的碎骨切断了大部分神经，即便手术成功，也无法正常行走了。如果没人照顾，小菊很难独自生存下去。在医生的精心照料下，小菊的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她不再像之前那样害怕人类，反而和医生玩起了游戏。即使不同物种之间仍能感受彼此的善良。同时，小菊还等来了一位好心的主人，一位小姐姐决定收养她。虽然失去了行走的自由，但小菊却遇见了一个爱她的主人。我想相比之前的流浪生活，她此刻是幸运的，更是幸福的。平时小姐姐一有时间就会帮小菊按摩，即使康复的希望渺茫，但她仍然相信会有奇迹发生。在小姐姐不断的坚持下，1个月后，小菊的后半身终于有了一丝知觉。在帮小菊按摩尾椎时，她会有感觉的回头张望，也许某一天奇迹真的会降临在小菊的身上。为了让小菊适应走路，小姐姐还为她定制了后腿。刚开始小菊有些害怕，但在小姐姐耐心的指引下，小菊开始慢慢的适应。她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这一刻她终于再次体会到奔跑的快乐。当上天为你关上一扇窗的同时，也会为你打开一扇门。我是小奶狗 Respect。 老虎竟然成了小猪的妈妈，而母猪却成了小老虎的妈妈。小猪不仅不害怕，还敢在老虎的身上走来走去。换上马甲的小猪果然不一般，任凭小猪如何取闹，可虎妈一点也不生气。据饲养员说，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1个多月了，小猪是喝着虎妈的奶水长大的。如果有人靠近小猪，虎妈还会站起来保护它。现在虎妈已经完全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而这只老虎的亲儿子却成了一位猪妈妈的宝宝，同时它也是母猪喂养大的。小老虎还有3个兄弟姐妹，对它也是格外关照，一般都是等它先吃完，其他兄弟姐妹才敢去吃。饲养员一把将它抱起，因为这家伙吃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可为什么2个种族要互换抚养呢？原来小老虎出生不久，虎妈便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，没办法，饲养员只能将它们分开。为了安抚虎妈的情绪，饲养员索性将小猪交给它抚养，而小老虎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猪群。除此之外，小老虎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玩伴，它经常会和小兔子们一起玩耍，但却从来不伤害它们。小兔子也没有害怕这位新朋友，反而很喜欢和小老虎待在一起。由于物种的行为方式不同，它们在一起玩耍时，兔子们会掉毛比较严重，但实际上这是对方表达友谊的方式。看来喝猪奶长大的小老虎的确有些不同，老虎居然和食物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大家觉得这份跨越种族的友谊能维持多久呢？猫来财狗来福，披萨店一大早就迎来了一对小情侣，恭喜老板发大财，给口吃的行不行？店主邀请他们进来。狗狗看了一眼干净的地板，2只小爪刚跨进去，却马上又羞涩地收了回来，因为怕弄脏店里的地板，他们选择在店外等候。风餐露宿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忘记礼貌与尊重。几天前，一场鹅毛大雪飘落人间，刺骨的寒风冻得奥斯卡瑟瑟发抖。除了寒冷，更难熬的是10
足的饥饿感。望着妻子饿了2天的眼神，奥斯卡摸了摸妻子的狗头，对不起，跟着我受苦了。言语间充满了安慰和关心。他告诉妻子自己有办法了。随后他带妻子来到了一家披萨店，很不巧披萨店没有营业，可他们并未就此离开，而是蹲在门口期盼店家能赏口饭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他们只好在街边度过漫漫长夜。第二天，夫妻2个早早来到了店门口，店主询问他们有何贵干。2只狗狗默不作声，眼神却一直望着店主。从他们的眼神中，老板看出了狗狗的诉求。店主让他们稍等片刻，随后端出2大盆狗粮。此时天上再次飘起了雪花，但这一刻他们是幸福的。奥斯卡终于带着妻子吃了顿饱饭，接着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因为担心把老板地板弄脏，懂事的狗狗最终选择待在门外。此时喜欢狗狗的请扣666。从此以后，披萨店门前多了2只流浪狗夫妻，他们一起睡觉，吃饱了一起打个哈欠，就连动作也出奇般一致，偶尔还会满大街撒一波狗粮，堪称狗界中的模范夫妻。老板说自己只是为了他们一次，没想到他们居然不走了。每天打开店门就能看见他们蹲在门外，而且还一本正经地盯着自己。平时不管店主走到哪里，他们都要跟着。在流浪狗夫妻心里，似乎已经认定了店主就是自己的主人。晚上店主回家时，他们会目送店主离开。第二天清晨听到车辆的声音，他们立刻跑去迎接店主，激动的样子快要把尾巴摇断了。看着他们每天风餐露宿，最终老板决定收养这对流浪狗夫妻，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间大房子。得知店主愿意收留自己，2只狗狗开心的不得了。当主人为他们戴上围巾的这一刻，这对夫妻从此结束了流浪生活，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温馨的小窝。2只狗狗对每个人都非常友善，不仅会微笑待人，甚至还会帮老板招待顾客。很多网友专门跑来探望这对流浪夫妻，他们也成为了这家披萨店的吉祥物和标志，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打卡，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或许这就是善良的回报，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小猫咪出生没多久就失去了妈妈，为了寻找妈妈，它开始在马路上孤独的流浪，可熟悉的街道走了无数遍，却怎么也看不见妈妈的身影。街边从此多了一个孤独的背影。这天，小哥在路边发现了它，小猫咪还以为是妈妈回来了，它赶紧朝着小哥走了过去，瘦小的身体不断在小哥脚下蹭来蹭去，突如其来的热情让小哥有些不知所措。小猫咪用2只小爪抓着地面，像是在采奶的样子，难道是想妈妈了吗？小哥忍不住摸了摸它，然而小猫咪似乎把小哥当成了自己的妈妈，也许感受到小哥的善良，小猫咪一个劲地扒拉着小哥，也许它找到了似曾相识的依靠感。小哥往后退了几步，它马上就粘了上去，随后对着小哥喵喵叫了起来，似乎在恳求小哥别离开自己。小哥从附近的超市买来了肉罐头，小猫咪先是嗅了嗅，接着开始大口吞咽，大概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。它眯着眼睛尽情享受着短暂的幸福，也不知道它是如何生存下来的。吃着吃着，猫咪突然打了几下喷嚏，看样子有点感冒了。有时候真的想不明白，人来人往的大街为何没人愿意帮它一把呢？此时想救助猫咪的请扣666。吃着吃着，小猫咪不争气的流下了眼泪，也许这是它流浪多日吃的最好的一顿吧。看小家伙吃的这么安心，小哥打算起身离开，可猫咪转身就跟了上去，挡在小哥面前，说什么也不让他走，甚至还在地上撒起了娇。确认小哥不走了以后，小猫咪这才回来继续干饭。也不知道小家伙饿了多久，一口气吃了2盒罐头，也许习惯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，明明肚皮已经鼓鼓的，可他还是很卖力的在吃。全部吃完后，小猫咪来到小哥身边，似乎在感谢好心人的一饭之恩。看着眼前如此乖巧懂事的猫咪，小哥不禁有些心酸。也许猫咪真的和小哥有缘，他一直在小哥身下转来转去，丝毫都没有离开的打算。可能太过于思念妈妈，小猫咪不断在小哥身上蹭来蹭去，久违的幸福感再次袭来。它依偎在小哥脚下，似乎在表达自己不想再流浪了。这么粘人的小猫，小哥也是第一次遇见，但谁会拒绝一只这么可爱的小猫咪呢？他似乎把小哥当成了唯一的依靠，只要挪动一下脚步，小猫立刻就贴了上去，生怕小哥不要自己了。没一会儿，小猫咪就安静的睡着了，大概是梦里见到了妈妈，2只小爪不断抓来抓去，真是可怜的让人心疼。刚进入梦乡的猫咪马上起身看了看，它很担心小哥丢下自己。此时小哥的心已经完全被它俘获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小哥猜想可能是上辈子的小情人来找自己了。最终他决定收养这只小家伙，从此小猫咪也结束了流浪的生活。最后希望所有流浪的小动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，同时也呼吁大家不要轻易抛弃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街上捡了一只小奶猫，洗了8遍还是一身黑，看样子才1个月大小。小家伙一脸奶凶的喵叫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找妈妈。小哥伸手摸了摸猫咪，小猫顿时就变乖了，刚认识就动手动脚的不太好吧，人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这么乖巧又可爱的猫咪，大家觉得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呢？这一身乌黑不
不如就叫小黑炭吧。小家伙喵喵的叫个不停，估计是饿坏了。小哥特意为他烤了一根香肠，这可把小黑炭激动坏了。没想到主人对自己这么好，第一次吃到烤肠的小黑炭已经停不下来了，也不知道他饿了多久。积极干饭的小黑炭快要把竹签咬断了，看样子他很喜欢吃。咬着咬着，剩下的烤肠掉了下来。作为经历过流浪的猫咪来说，自然懂得食物的来之不易。小哥让他吃这个大块的，然而小黑炭看了看，他选择先将地面的残渣吃掉，随后再去吃小哥手里的香肠。小黑知道食物都是小哥花钱买的，所以尽量不去浪费食物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小黑就把剩余的香肠吃光光。随后小哥将另一半烤肠也递给他，大概是心里已经把小哥当成主人了。小黑丝毫没有客气，尽自己全部的努力消灭着食物。在美味的烤肠面前，小黑已经顾不上吃相了，只管埋头干饭。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填饱肚子。以前在外面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今天总算能好好饱餐一顿了。小哥不断旋转着，防止他咬到竹签，毕竟小家伙现在牙齿还不够坚硬。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小黑是个吃货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把小哥吃穷呢？转眼的功夫，地上的烤肠已经所剩无几，可小黑还有点意犹未尽。遇到如此可爱的小猫，你会把它绑回家吗？妈妈，你在哪里？小橘猫喵喵地呼唤着妈妈，因为看不见，它只能静静等待妈妈的回应。小哥说，2个月前这只流浪猫在院子里生下一窝小猫，其他幼崽都很健康，唯独这只小橘猫看不见，就连喝口奶也要花上半天的时间。平时小哥会经常拿来食物给它们，其他小猫咪都在大口干饭，只有小橘猫在一旁四处打转，因为看不见外界的一切，它经常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此时想救助小猫的扣666，小橘猫来到一处草地，它突然停了下来。此刻的寂静对于它来说却格外害怕，因为它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只能一声声呼唤着妈妈，可最终也没等到妈妈的回应。小猫试图用小爪将眼部的结痂去掉，它多么想看一眼这五彩缤纷的世界啊！突然远处传来了猫妈妈的回应，跟随着妈妈的声音，小橘猫终于找到了熟悉的家。小哥说，平时猫妈妈整日守在小橘旁边，生怕它走丢了。如果有外人靠近，猫妈妈立马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。其他小猫都在外面欢快的玩耍，而小橘只能蜷缩在角落里。为了让它能重见光明，小哥请来了兽医帮忙，但面对陌生人的靠近，猫妈妈显得格外警惕。兽医将香气喷在四周，并且准备了香草来缓解它紧张的情绪。最终猫妈妈彻底放松了下来，兽医随即将小橘带走。经过仔细观察，小橘由于眼部感染导致结痂，现在它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。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，大家准备将小橘送去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。这时猫妈妈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，她焦急地四处查看。在穿越了几个街道后，猫妈妈失落地站在路口，似乎在呼唤宝宝，你去了哪里？而此时小橘已经被成功送到医院，医生们迅速为他进行手术。小家伙仿佛也知道人们是来帮助他的，手术的整个过程都非常配合。几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，但距离他重获光明还需一段时间。小哥说，自从小橘被带走后，尽管小猫们还是会出来吃饭，但平时猫妈妈都带着孩子躲起来，似乎很担心再失去自己的宝宝。1周后，小橘已经能睁开眼睛了，看着眼前的小家伙，小哥非常高兴。此刻他最想的应该就是和妈妈团聚吧。在给小猫进行简单的处理后，小哥准备将它带回妈妈的身边。当打开笼子后，小橘缓慢地走了出来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，而猫妈妈似乎也感受到了小橘的存在。听见妈妈的呼唤后，小橘快速朝着熟悉的方向奔去。最终母女团聚，猫妈妈不断舔着孩子，似乎在诉说着多日的思念。小橘也开心地跳来跳去。为了欢迎小橘回家，小哥特意为他准备了罐头。看到孩子吃得这么香，此刻猫妈妈悬着的心也跟着放下了，她高兴地眯起了眼睛。母爱不分种族，唯有善良方能感知世间的美好。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前一秒还奶凶奶凶的小老虎，被饲养员拎起来后吓得腿都软了。原来今天是虎宝宝打疫苗的日子，饲养员采用调虎离山的方式，成功将虎妈骗进了牢笼。刚刚2只小老虎还玩得正嗨，可看见饲养员进来后，立刻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只见饲养员掏出一根2米长的针头，小老虎瞬间吓得呆住了。两兄弟一脸生无可恋，仿佛在和世界告别。饲养员一把将虎大拎了起来，小老虎吓得四肢瘫软，此时大脑一片空白，心里暗自祈祷医生能放自己一马，还给我测心率，本喵就差吃救心丸了，这数据能准才怪呢。看见饲养员掏出了针头，小老虎双脚合十，直接放弃了挣扎，眼神里充满着无限的绝望。随后医生一针就扎了下去，紧接着饲养员又将另一只从墙角里拽了出来。完了，要打针了，怎么办？小老虎看似满脸平静，实则心里已经慌得一批。好家伙，这心率快要爆表了！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，小老虎最终完成了注射。好像小老虎，我这是要继续跳。被饲养员套路的虎妈一直骂骂咧咧，等人们全部撤离后，虎妈才被放了出来。看见孩子们都平安无事，她悬着的心也跟着落下。可小老虎连忙跑来和妈妈告状，他们今天拿那么长的针扎我，
小老虎腿还是软的，顺着妈妈的身体就滑了下去，搞得虎妈也是一脸蒙圈。不久后，小老虎迎来了第一次接触外界的机会。虎妈率先走了出来，可虎宝宝却有点害怕。最终在妈妈的鼓励下，小老虎才敢踏出家门口。由于天气炎热，虎妈忍不住跳进水里来降温。看到妈妈在水里游泳，两只小老虎瞬间来了兴致。可能心情过于激动，小老虎一脚踩空，直接摔了下去。好在掉进了水位不深的区域。此时虎妈被吓了一跳，赶紧把孩子叼上岸。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她将两个孩子带到了家门口。可一转眼的功夫，虎大又跑了下来。虎妈只好将他再次叼走，结果虎大刚被叼走，虎二又跑了过来，只好又跑去把他从水里拽上来。整个一下午的时间，虎妈都在叼孩子，这两只四脚兽可把他累得不轻。但即使孩子们再怎么调皮，两兄弟始终是妈妈的宝贝。相信在虎妈的精心照顾下，小老虎很快就能成为森林之王。保护野生动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地板上钻出一只小奶猫，紧接着又探出一个小脑袋。这是地板里长猫了吗？原来流浪猫一家生活在幼儿园的地板下，每天与人们斗智斗勇，直到2个月后才将这一家子翻出来。这还真是藏猫猫的高手啊！每当小朋友们上课时，猫妈妈就会带着孩子出来透风。这群颜值超高的猫咪立马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力，发现被人围观，小猫们迅速地跑回了地下，猫妈妈则留在最后，确保自己的宝宝安全撤退。等孩子们都躲起来后，她才钻回了地下。此时猫妈妈并未离开，而是躲在洞口暗中观察。发现四周安静下来后，她又壮胆爬了上来，看到外面没有危险，孩子们也都跟了上来。猫妈妈也知道这是人家地盘，因此非常谨慎，只有在小朋友们不在的时候，小猫们才能晒晒太阳，舒展一下筋骨。突然小猫听到了异响，原来是小朋友吃完饭回来了，吓得小猫们慌忙四处逃窜。可流浪猫一家为什么会生活在幼儿园的地板下呢？一位经常喂养这只流浪猫的小姐姐告诉我们，猫咪的上一窝幼崽都去了喵星，她之所以带着孩子生活在地下，大概是觉得这里比较安全。可她是如何进入地板下的呢？通过调取监控发现，猫咪是从外面的墙洞闯进幼儿园的。发现室内没人时，她也会通过窗户进去喂养小猫。随后人们将地板撬开，发现猫咪一家生活在低矮的空间里，不远处还能清晰地看见动物羽毛和吃剩的鱼骨头。这里空间狭小，四周无光，虽然环境恶劣，但在妈妈心里，一家能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。每天等小朋友放学后，空荡荡的幼儿园就成了猫咪的乐园。只见他先探出小脑袋观察，360度全方位进行扫描，确定周围没人后，猫咪才敢从地板下钻出来。在地上反复巡视一圈，发现没有危险，猫妈妈连忙呼唤孩子们赶快出来。听到妈妈的呼唤，小猫们一个个高兴地跳了上来。此时这里成了他们的私人游乐场，一只小猫好奇地玩起了滑梯，而另一边的小猫开始练习足球。小猫们蹦蹦跳跳玩得不亦乐乎，只有夜晚才是他们欢乐的天堂。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不久后天亮了，小猫们恋恋不舍地逐一回到了地下。由于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，几只小猫的眼睛已经受到感染。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，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后立刻开展行动。由于小猫在地板下很难捕捉，只能将它们引诱上来，再用挡板将洞口封住。不久后，猫妈妈嗅到了食物香味，一只胆大的小猫也跟了出来。看见妈妈出来了，其他小猫也都纷纷跑了上来。此时猫妈妈非常谨慎地走进笼内，并且巧妙地避开了机关，而下一秒一只倒霉孩子也跟了进去，直接替妈妈踩下了踏板机关。果然是妈妈的好宝贝，这可吓坏了其他小猫咪，躲在地下瑟瑟发抖，而待在一旁的那只还一脸懵的状态。最终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，小猫们很快就和妈妈团聚了。最后只剩下一只小猫不停地呼唤着妈妈。当小猫出来后，救援人员立刻将挡板放下，小猫瞬间慌了神，怎么办？这下回不去了。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跑了过去，用毛巾将小猫送回了笼内。随后他们被送往了宠物医院。好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，发现一家人都很健康，只是眼睛有点感染，医生为他们滴上了消炎药，估计很快便能痊愈。相信不久后流浪猫一家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这个小女孩太厉害了，一上来就抓住狼王的脖子不放，还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坐骑。大叔说这只狼王凶狠无比，经常对着人呲牙咧嘴，但只要看见小女孩立刻换上一副嘴脸。在狼王的心里，小女孩是他唯一的主人，任凭女孩如何取闹，狼王永远摆出一副温顺的样子。可为什么他这么听女孩的话呢？原来女孩的父亲是野生动物管理员，2年前从野外捡回来一窝狼崽，自此女孩就担负起狼妈妈的角色。这些狼每日要消耗大量的生肉，平时的投喂都是由女孩来做的。她还告诉我们投喂的技巧，如何防止自己受到伤害。然而尴尬的是，野狼们不吃父亲投喂的食物，见到父亲就会四处躲闪，就算被逼到了角落里，野狼也坚决不吃半口，甚至还和父亲凶了起来。看来这家伙还真是挑人啊！女孩放学之后就会跑来喂食，狼王小心翼翼地舔着女孩手里的食物，生怕伤到女孩。只有女孩喂的食物，狼王才吃得津津有味。吃饱喝足后，女孩会给狼王讲一个童话故事，可每次狼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好家伙，这完全把狼当成了小孩子啊！
父亲也是很纳闷，第一次知道狼还需要读书，可女儿始终觉得狼能听懂他讲的故事。狼群里还有另外一群邻居，那就是饲养员喂养的小土狗。小土狗们经常来骚扰狼叔，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狼叔龇牙咧嘴这招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，也只能凶一下他们。毕竟小主人百般交代过不能伤害小狗。别看小土狗不大，可是经常从野狼口中抢走食物，在心爱的美味面前，它可不管你是狼还是狗。不过大叔把野狼、土狗外加狼狗一起混养，这大家庭属实有点乱啊。能分清的朋友扣666。狼群们也非常懂得报恩，每当大雪过后，他们就会充当小女孩的人力车夫，拉着女孩在雪地上尽情奔跑。看小女孩天真的笑容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万物皆有灵性，他们也知道女孩对自己最好，所以园内的每只狼都对女孩毕恭毕敬。实际上女孩也成为了狼群家族的首领。这只浣熊简直太幸福了，一边享受着日光浴，嘴里还喝着果汁，每天都要到海里游上几个钟，并且还配备专门的教练。这小日子过得比我都好。浣熊名为奥斯卡，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懒虫，它的体重已经达到50多斤，是正常浣熊的2倍之多。看着摇摇晃晃的赘肉，就知道里面装了多少脂肪。主人说奥斯卡胖成这样完全是因为太懒所造成的。这家伙每天要睡20个小时，打呼噜的声音比打雷还响，并且睡姿比自己还要销魂。在没睡够之前，谁也别想让他起床。奥斯卡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去找吃的，听到声响的主人立刻赶来，发现奥斯卡正在偷吃花生，还敢吃花生，自己不知道几斤几两了。为了帮他控制体重，主人严格限制奥斯卡的饭量，每次都会加一些减肥餐进去。可奥斯卡可没那么容易被忽悠，每次专挑中间空心的吃。对于减肥餐，他是一概不碰。要是白天吃不饱，这家伙会半夜起来跑去偷吃。主人看到奥斯卡干饭的样子，既无奈又好笑。再这么吃下去，就可能走路都费劲了。虽然奥斯卡有点胖，但智商非常高，完全能听懂主人的一切指令。主人说转圈他就转圈，还经常撒娇卖萌和主人要零食吃。为了帮奥斯卡减肥，主人每天都要为他准备一碗新鲜的蔬菜汁。显然奥斯卡非常抗拒，除了在饮食上控制，主人每天都带他散步增加运动量。可才走了2分钟，奥斯卡就耍起了赖皮，停下原地怎么也不走了。主人无奈只能把他放进推车里，想让奥斯卡走上10分钟简直比登天还难，难怪这家伙胖成这样。不过奥斯卡还是比较喜欢游泳，每次都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。都说浣熊喜欢捉鱼，于是主人在家里帮他建造了一个鱼池。可此时他已经今非昔比，捉了1个小时，愣是一条也没捉到，搞得奥斯卡很是伤心。自己明明是头熊，却连条鱼都捉不到，看来自己真要减肥了。一条狗到底有多忠诚？望着屏幕前的狗狗，老爷爷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他没想到一场大火后，陪伴了自己10年的狗还活着，而且还守护在早已化成废墟的家里，等待主人回来。当救援队将他救回后，兽医为他拿来了食物和水，然而已经饿了2天的狗狗却意外地选择了拒绝。难道他觉得主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，自己也不愿再独活下去吗？狗狗名为奥斯卡，忠犬八公的故事又一次在他的身上上演。奥斯卡从小便被一对拾荒老人收养，迄今为止已经陪伴2位老人走过了10多个年头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不久前老奶奶去世了，几个月之后家里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烧成了灰烬，老爷爷也消失在他的世界里。可即便家已经被烧成了废墟，奥斯卡依旧至死不渝地守护着曾经的家。白天他会在附近的街道游走，因为这里洒满了他和主人共同的回忆。可这熟悉的大街望了无数次，也走了无数遍，却怎么也寻不到爷爷的踪迹。看他的背影真的好像一条狗。奥斯卡总是满怀期待地跑回家，期盼主人能像往常一样叫自己吃饭，可每次等到的只有失落。也许他认为主人被埋在废墟里。奥斯卡拼命地搜寻着主人的气息，可每次的结果都是以失望结尾。无奈的他一声声地呼唤着主人，每一声的悲鸣都代表了对主人无尽的思念。就这样，他从白天等到夜晚，深夜的悲鸣是他唯一能够倾诉的方式。凄凉的声音里写满了思念与祈祷。此时心疼狗狗的请扣666。狗狗的事迹感动了附近的居民们，由于他的腿部烧伤随时会发生感染，救援队决定立刻开展行动。可当有人靠近院子时，奥斯卡立马咆哮发出威胁。看家护院的本能深深刻在了骨子里，他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自己的家，哪怕那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。节目组通过四处的打听和走访，最终查询到了老爷爷的音讯。原来因为这场火灾，老爷爷全身大面积烧伤，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。随后工作人员打开了电脑，当看见奥斯卡的那一刻，老爷爷瞬间嚎啕大哭。他没想到奥斯卡还活着，而且还在烧毁的废墟里等着自己回家。看着狗狗身上的烧伤，主人泪流满面。他不知道这2个月奥斯卡是如何填饱肚子的。老爷爷哽咽地说道：“只要我还活着，就绝不会让它流浪。”望着守在家中的狗狗，老人心里满是愧疚，哭了许久才止住了眼泪。为了让救援顺利进行，老爷爷配合救援人员录制了视频。随后工作人员返回现场开展救援。首先几人搭建了一个铁笼，接着又在废墟中找到了主人的衣物，将它放进笼内后，打开电脑循环播放提前录制好的视频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吸引狗狗进入。几小时后，奥斯卡回来了，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大门。当听到主人的声音后，他直接愣在了原地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犹豫片刻后，他随着气味和声音走进了笼内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救援成功了。可不知情的奥斯卡被吓了一跳。经过救援人员的一番沟通，奥斯卡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救援队随即将他送往宠物医院进行治疗。经过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狗狗的烧伤程度不算严重，经过处理后很快便能痊愈。但接下来的问题却让兽医也束手无策，也许太过于思念主人。面对近在眼前的美味，他却无动于衷。2天的时间，他不吃也不喝。医生表示这样下去，他可能活不了多久。没办法，救援人员再次联系到主人。看到视频中绝食的奥斯卡，主人再一次流下了眼泪。他非常自责，因为自己目前没办法照顾奥斯卡。在记者的建议下，老爷爷录制了一段让奥斯卡吃饭的视频，并且还带回了老爷爷的随身物品，希望能让狗狗理解它的主人还活着。奥斯卡嗅出了主人的味道，不争气的眼泪差点从鼻孔里流出来。他用力的在地毯上蹭了蹭，似乎不太敢相信自己的嗅觉。接着记者将电脑打开，当听到主人熟悉的声音时，奥斯卡顿时被吸引住了，2只耳朵不断抖动着，眼睛紧紧注视着屏幕，他一遍又一遍地确认着主人的声音。终于，下一秒奇迹发生了，他开始大口的吃饭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罐头就被吃了个精光。似乎这一刻，他的生命又再次燃起了希望。1个月后，老爷爷顺利出院。为了欢迎奥斯卡回家，老爷爷特意为他制作了一个新家。他不断徘徊着，心里有点担心奥斯卡会认不出自己。然而，当奥斯卡看见爷爷的那一刻，激动的心情直接挣开了绳子。他快速跑向自己的主人，久违的幸福感再次袭来。多日的思念之苦刹那间烟消云散，老爷爷抱着奥斯卡，此时早已泣不成声。也许他们都不曾想到，有朝一日还能再续10年的缘分。奥斯卡高兴的尾巴都快摇断了。为了弥补对奥斯卡的亏欠，老爷爷买了他最爱吃的牛肉罐头。也许这是他几个月以来吃的最香也是最好的一顿饭。狗不嫌家贫，一碗的剩饭便能换得他全部的忠心。半年后补贴的新房建好了，奥斯卡和主人顺利搬进了新家。但我想，对于奥斯卡来说，有爷爷的地方就是家的存在，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他是他的全世界。愿世上再无流浪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只母猫叼起小猫来到便利店门前，它的眼睛注视着店里，似乎想要寻求人类的帮助。可人来人往的便利店却很少有人为它停留。母猫再次叼起小猫，可此时的大门却早已紧闭。这已经是它今晚来的第8次。那么猫妈妈究竟要干什么呢？几分钟后，母猫又叼过来另一只幼崽。店里明明有人啊，可为什么没人给自己开门呢？它失落的回头望了一眼，最终无奈地走下了台阶。原来猫妈妈是想把小猫送给人类，希望店里的人能帮自己的宝宝。不久后，母猫再次叼着幼崽来到门前，突然远处又跑过来一只小白猫，看样子只有几个月大小。猫妈妈嘴里叼的小猫应该是它的第2窝幼崽。它在台阶上不断地徘徊着，此时它多么希望有人能帮自己可怜的宝宝。它静静地蹲在门前等待，期盼着店主能打开那扇温暖的门。可1个小时过去了，它依旧没能等到好心人的帮助。猫妈妈带着2个孩子一直蹲守在台阶上，大女儿一边帮忙照顾小猫，一边陪伴着妈妈，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此时想救助猫咪请扣888，为了让孩子能活下去，猫妈妈始终不肯离开。女儿实在拗不过母亲，也只好趴在一旁继续等着。不久后，母猫终于带着孩子离开了，大女儿则是默默跟在身后。大概走了几百米，小猫在一处车库停下。原来猫妈妈把孩子都藏在了这里，小白猫守在车库的外面。几分钟后，母猫叼着另一只幼崽走了出来，和大女儿一番简单交流后，母猫又按照原路返回。不出意外，它又回到了这里。此时小姐姐被猫妈妈的坚持所打动，为了孩子能更好的生存，猫妈妈一次又一次的将宝宝叼过来。大概她是怕自己的宝宝不够漂亮，所以想多让人们看看。这一幕真的让人心酸，虽然仅有几百米的距离，但她却每天重复了无数次。即使知道希望渺茫，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。有时候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有的人能对此视若无睹呢？有人说这只猫的脸皮真厚，我想在母爱面前，它已经尽了自己全部的努力。望着那扇关着的门，它多么希望有人能推开门帮自己的宝宝。好心的小姐姐为猫妈妈拿来了食物，2只猫咪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不知道已经饿了多久。我们都知道母猫在生完小猫后，饭量会是平时的几倍之多，很难想象猫妈妈抚养这些孩子有多辛苦。小姐姐找来纸箱，将母猫和幼崽放了进去。猫妈妈似乎也知道人类的好意，丝毫没有表现任何的抗拒。吃完饭后，2只猫咪开始为自己清理卫生，也许是担心小姐姐会嫌弃自己，猫咪不断清理着毛发。此时店门突然打开，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猫妈妈已经将一只幼崽送了进去。可店主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猫，无奈这只猫每天都把孩子送过来，自己没办法才将门关上。最终经过考虑，小姐姐决定收养猫咪一家。猫妈妈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应，她的毅力和倔强让人敬佩和感动，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母爱的伟大。这世上有一种美叫善良，不懂得爱护动物的人，也不会懂得如何去爱人。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男人刚准备切开鲨鱼的头部，下一秒一条鲨鱼宝宝从肚子里钻了出来。小哥被吓了一跳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原来小哥今天出海钓鱼时，无意之间钓到了一条鲨鱼，小哥费了好大力气才将鲨鱼拉了上来。
不久后，鲨鱼便没了呼吸。于是小哥决定给自己加个餐。可刚准备对鲨鱼进行处理时，眼前的场景让小哥无比惊讶。原来这是只待产的鲨鱼妈妈。小鲨鱼凭借着对生命的渴望，顽强地从妈妈的身体中钻了出来。看着眼前2个鲜活的小生命，小哥心里顿时有些愧疚。随后他找来一盆水，将小鲨鱼放了进去。看着母鲨肿胀的肚子，应该是还有其他幼崽在里面。随着小哥的轻轻按压，一条鲨鱼宝宝很快跳了出来。最后小哥数了数，一共有6条小鲨鱼。有谁知道它们背上的小球是干什么的吗？小哥拿起一条，将它放进了大海。看着小鲨鱼不断摆动的身体，小哥也是非常高兴。随后他将全部的幼崽都放回了大海，并且用摄像机进行了观察。看着小鲨鱼游走，小哥这才放心。最后提醒大家，食用鲨鱼要注意区分哦。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鲨鱼吗？